在极度黑暗的环境里待得足够久了之后，人的视力虽然不会提升，但是对光的敏感度一定会提升几百甚至上万倍。吴柏林此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连日来没有极光，也没有月亮的环境，虽然让他变得躁怒不堪，但是也让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极度的黑暗，所以他才能在几乎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看到下面的模糊光点。若是头顶的极光一直都在，一直都能透过冰层将微弱的光线铺洒进来，那他绝对注意不到下面这几乎微乎其微的光线。在确定了是光线并非自己幻觉之后，他的心里忽然隐隐激动起来。那些科学家告诉他，南极冰盖下不可能有人类留下的任何遗迹，但他在100年前听说过的故事告诉他，在末法时代降临之前，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实力非常强大的修道者，以他们的神通，一定能在南极建造一个地下城市。所以他忍不住问自己，莫非这下面的光点就与飞升之门有关？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立刻祭出自己的袖珍小剑，单手一甩，那小剑便立刻变为一柄长剑。随后他破开冰洞顶部封住的冰，便开始以灵气作为驱动，使飞剑在下方冰层不断深挖。为了不让挖出来的冰晶碎屑堵塞冰洞，他直接以灵气将那些碎冰喷出地表。若是有人在洞口处，便能看到这冰洞仿佛像有了生命一样，疯狂地向外喷涌冰渣。不过好在吴柏林当初躲避美军的时候跑得确实够远了，方圆几百公里内，可以说只有他一个活人。这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正身处的是南极腹地，这种地方对那些科考站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南极科考站大部分都在半岛上，因为那样通航方便，剩下的基本都在大陆板块的沿海地区，同样也是为了通航和运输方便。只有极少数像美利坚极点科考站那种，专门把科考站建在南极点附近。也就是说，现在人类在南极的活动范围就是一个大圈，中间一个小点，除了周围和中间南极点之外，剩下的大片区域都是无人区。这也给了吴柏林很大的底气。更重要的是，往后的很多天里都不会再出月亮了。至于极光会不会出现，目前还是个未知数。这种情况下，能见度低到发指，也就更不用担心会被人发现了。吴柏林用了1天的时间，将冰层向下掘进了至少300米。这300米消耗了他不少宝贵的灵气，但是也让他不断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因为随着冰层的向下推进，那抹光亮从一开始的极其微弱，已经变得清晰了许多。他能够看到在冰层下方发光的是一个绿色的光点，这个绿色的光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眼睛在失焦的时候看见红绿灯在远处亮成的一个光斑。他心里也很清楚，冰层会对光线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看着像一个光点，但实际是什么还根本无从探究。如果那光源在冰层的深度足够大，哪怕是一大片亮着绿光的事物，光线在经过折射之后，可能也就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斑了。他根据这300米深度带来的光线变化，大致推算了一下距离，感觉那光点距离自己至少还有上千米深，说不定它真是建在了上千米深的冰盖最下方，也就是南极大陆原本的岩石层上。想到这里，他又不禁有些丧气。对末法时代之前的那些顶尖修道者来说，他们搞不好只需要一盏茶的功夫，就能直接从冰层的最上方开辟到最下方。可是对自己来说，毕竟现在还没有打开泥丸宫，实力还没有得到那阶段性的跃升，现在以灵气驱动飞剑来搞这种掘进工作，属实是有些吃力。要真是一路这么掘进下去，恐怕是有限的灵气都要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一想到这下面有可能是末法时代之前的那些修道者留下的遗迹，他顿时又觉得干劲十足。因为在他看来，末法时代之前的修道者能将洞府修建在这上千米的冰层之下，能在南极长期生存，
肯定不乏实力通天的顶尖高手。莫要说吴飞燕，就算是孟长生在那些高手面前，可能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这下面是他们留下的遗址，他们当年飞升无望，在阳寿耗尽之后，他们所有的修炼资源都无法带走，无论是丹药灵石还是各种法器，可能都在这冰层下面等待着自己的发掘。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小盗墓贼，无意间挖到了人类古代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开国帝王陵墓。现在这条在冰层中开拓的冰洞，就像是盗墓贼通向帝王陵墓的盗洞，只要自己能够把这洞打下去，打到底，打进地宫，自己就能得到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这么看，现在挖盗洞消耗那么一丁点灵气，算得了什么？只要自己挖穿它，并且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自己的实力和修为都将大涨，甚至有机会能和吴飞燕平势均力敌。若是再大胆一些，修为甚至有可能超越吴飞燕也说不定。如果修为真能超越吴飞燕，那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己本身就是破青会的长老，也是整个破青会修为仅次于吴飞燕的人，这就注定了自己在没有面对吴飞燕之前，破青会所有人都看不出自己的修为到底有了怎样的变化。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一路轻轻松松的来到吴飞燕的面前。古代造反的那些人，99%都倒在了与君王面对面的过程中，而自己却能省略掉这最大的一个麻烦。一旦自己有了击败吴飞燕的能力，自己就可以直接到吴飞燕的面前打败她，然后走出来，让所有破青会的人都臣服于自己。吴飞燕几百年打造的基业，自己轻轻松松就能拿到手。吴飞燕是吴家人，自己也是吴家人，那些吴家人见到吴飞燕大势已去，绝不会忤逆自己，一切都会是水到渠成那般简单。想到这里，他的心潮也忍不住澎湃起来，当下也不再心疼消耗的那些灵气，他将更多的灵气汇入飞剑，让飞剑以更快的速度运转，只求能够尽早到达冰下的光源处。他知道那里将是彻底改变他命运，让他逆天改命的关键。